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国际能源署公布了一项关于全球电动车走势的报告。德国的《明镜周刊》对此事做了报道。我们来看看，国际能源署报告，全球几乎1/5的新车是电动车。电动汽车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普及，尤其是在中国。国际能源署预计，这将很快对石油市场产生明显的影响。配图说明，面向大众的市场，中国吉利集团为山西省晋中的一家工厂前停放的新电动汽车。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的计算，今年全球电动汽车的销量将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国际能源署周三在巴黎发布的电动汽车年度报告中宣布，电动车在整个汽车市场的份额将上升到 18%。根据该报告，2022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首次超过1000万辆，今年预计将进一步增加1/3以上，达到1400万辆。2020年，电动汽车在整个汽车市场的份额只有 4%。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谈到了全球汽车行业的历史性变化。电动汽车是全球新能源经济的驱动力之一，这一趋势正在对全球石油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到2030年，电动汽车将每天减少至少500万桶的石油需求。目前，该机构认为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略低于每天 1.02 亿桶。国际能源署的成立是石油消费国对欧佩克供应商同盟的回应。报告说，私人轿车只是电动交通的第一波，紧随其后的是电动公交车和电动卡车。到目前为止，仅在中国就已经大规模建立起来。报道还探讨了2轮车和3轮车，它们已经是电气化程度最高的细分市场。在这里，亚洲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定了基调。例如，仅在印度，去年就售出了约 42.5 万辆装有电动马达的3轮车，占所有电动人力车的 55%。 德国知识点评，估计国际能源署没有中国的数据，德国媒体都好意思把印度内区42.5万辆电动3轮车拿出来炫耀。我手上没有数据，但中国南方每年卖出的电动摩托车及电动助力车，估计如果不是几千万辆，那就是上亿吧。在咱们农村，电动摩托车就是最普通的代步工具，甚至到地里干活也开电动摩托车去。刚才我去做了一下功课，2022年中国电动2轮车总销量达到6000万辆。截至去年底，也就是2022年年底，中国电动2轮车保有量已达到4亿辆，就是说平均每个家庭至少有1到2辆。有的数据说去年售出了5000万辆，但即使每年销量5000万辆，也差不多是法国全国人口了。好，我们继续往下。根据国际能源署称，尽管在较贫穷国家电动车的增长率强劲，但迄今为止电动车的销量一直集中在3个大市场：中国、欧洲和美国。排在前面的是中国。去年中国的电动汽车销量增长了 60%， 达到440万辆。这意味着所有电动汽车中的大多数现在都在中国的道路上。第二大市场欧洲的增长速度比以前要慢一些。国际能源署还解释说，欧盟对汽车制造商的二氧化碳目标的压力有所缓解。另一方面，鉴于拜登政府的新补贴，美国市场增长了1半以上，尽管是在较低的水平上。德国知识点评，该报道只给出了中国电动汽车的销量为440万辆，中国自己的数据是705万辆。你看多出那么多，但该报道没有给出欧洲及美国的销量。大家注意啊，现在他们只把中国跟整个欧洲来比。欧洲的数据我查了一下是270万辆，美国去年电动汽车的销售量只有80万辆，而中国呢，刚才前面说了是705万辆。好，我们继续往下。在西方市场， SUV 和其他大型车辆在电动汽车领域占主导地位。一方面，这意味着比轻型电动汽车的能源消耗更高；另一方面，国际能源署认为这有特别大的气候效益。电动 SUV 将主要取代燃油的 SUV。燃油车消耗大量的燃料并排放二氧化碳。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一趋势更加困难。
就目前而言，除了中国之外，中产阶级能够负担得起的电动汽车仍然很稀缺。国际能源署报告说，这些令人鼓舞的趋势也对电池生产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这仍然高度集中。中国在电池和部件的贸易中占支配地位。好，朋友们，这就是报道的全部。其实该报道故意轻描淡写中国在电动交通工具方面的进展，也许他们的记者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实情。朋友们，为了让我们在中国国内以及海外的华人朋友们了解当下中国电动车的发展，今天下午我专门骑着我花了3000块人民币买的电动助力车，去县城拍了我们这个在中国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小县城的电动车店面以及街景，以此来呼应《民进周刊》的报道。我不知道全国其他省份啊，像我的家乡广西桂林恭城是一个普通的小县，这里的人口大约是25万，县城的人口估计在4万到5万左右。从画面大家可以看到2023年的中国边缘省份的县城的样子。因为我自己也去过台湾，去过台北还有周边的乡镇，台湾的朋友们啊，你们也可以看看我拍摄的毫不修饰的大陆欠发达地区是怎么样的，你们自己也在内心比较一下，看看跟你们台湾绿媒宣传的是不是一样的啊？我的家乡广西桂林恭城这样的街道是肮脏还是干净呢？还是与台湾的乡镇有点像？朋友们，接下来画面看到的几乎都是电动摩托车，你们台湾叫机车。好了，朋友们，大家一起跟我来看看广西桂林恭城瑶族自治县的街头吧。今天下午我来到五菱车的 4S 店这里，这是 4S 店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吉利汽车。我发现啊，经过3年多没有回国之后啊，国内不管是哪个车厂啊，它出产的车，它那个车型啊都非常的漂亮，设计非常的现代，我非常喜欢。与前几年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这变化太大了，也就是说这提高太大了。国内车厂那个推出的车型一般来说都是电动车了，但是右边这个呢就是吉利的一个车，叫几何还是什么啊，对吧？它是这一款，非常漂亮，我觉得哈。前面也有，我们看看都有什么车。这个是燃油车，这也是日本的燃油车。右边这是五菱的，外表也挺漂亮。继续往下看啊，那是一个小区，有高楼那里。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过五菱 4S 店这边，这是那个 mini EV 电动车，很小，但是也能坐4个人，比较挤了啊，但是能坐。这是新推出的叫 Bingo， 叫宾果，非常的时尚，很漂亮。这个其实我也挺喜欢，但是这个 Bingo 我觉得我更喜欢啊，因为前面那个我觉得有点短。像刚才见到这种呢，有些是燃油车，这是电动的，这一堆呢都是电动的。我喜欢这种小馒头一样的车，也就是 mini EV， 也挺漂亮。五菱车，国民神车啊。这是看到对面啊，就是五菱对面的。好了，我们现在右转过五菱这边来，放了好几辆 mini EV 电动车，各种颜色。像这个设计我挺喜欢的，非常的时尚，年轻。虽然我自己不年轻了啊，但是我喜欢这样的设计。这种车其实非常的便宜，哎，怎么说呢？叫便宜呢？就是4、5万，跟国外比起来很便宜了，比美国啊、比德国都便宜很多。好，现在我们进入他们是 4S 店内部啊，也摆了一些 mini EV， 各种颜色，都是非常时尚的颜色。我现在恭城这个店啊，我不知道他们这里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他们没有人来理我。恭城这个店啊，车型还是不错。
我们来看看。可以坐5个人、4个人。像这么小的车能坐4、5个人，不错啊，一个小家庭都差不多。一个小家庭全部能够坐进去，然后可以出行。这个白色也不错。像你们这50啊，比如说是像这种提车的价格是多少？提车价？对，因为我不是销售顾问这里啊，你不是啊？啊，对。大概是多少？你是这里工作人员对不对？啊，对。啊。具体每个车价位是车辆比较多，我也不太清楚。比如说，那个最低的配置，在我们工程是多少钱？工程啊？对对。它每个价位其实都有4万多、5万多、6万多、7万多、8万多都有。就是这样子。最便宜是4万多，对不对？4万多也有，有些如果是现在有些补贴特价也3万多也有。现在还有补贴吗？国家新能源不是有补贴吗？不是说好像取消了吗？没有啊。新能源到期了，到时候看政策也肯定。现在新能源的政策，它是到上个月不是结束了吗？对啊，对。然后有可能后面也有些厂家也可能有些补贴，然后再加上这个新能源的国家还是在推的嘛。像我们也刚结束了和政府的这个政企合作的一个宣传嘛。帅哥，我想问一下，我觉得像这款呢特别好看。苹果嘛。对，像这款在我们这里是多少钱？在我们中国，或者在我们广西？这个的话呢，它是有5万多、6万、7万多、8万多。就是5万多开始。它是最高是84800嘛。84800啊。这是50刚新推出来的这个车，我觉得很漂亮啊。像这个车啊，在国外，比如说在欧洲那边，可能要卖，估计要卖几十万，可能差不多。对对对。因为它的配置，包括它设计的话，其实都是按照那个欧美的一种复古流行美学搞出来的嘛。所以它对像欧美人士可能会比较喜欢这种款型。然后我们现在一些年轻女性啊，也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造型。它就是这边这款对不对？对，它有4种颜色的。这个是奶咖白。我想拍拍内饰可以吗？可以的。我看有没有锁住。里面的应该也没有锁住吧？里面的应该没有吧？车门锁住了。我说里面的应该没有吧？对吧？可以，我可以拍一拍吗？是的，可以拍的。你是工程这边的吗？我本人是工程的，但是我是在国外的。我在国外住，对。在哪里？我现在回来，所以我想拍一些东西。这样子。对。我也会讲恭喜话的。恭喜。但是不是因为我做这个自媒体要用普通话，因为面对的是全国还有海外的华人所以我一般来说我是用普通话来说。这样子。对，因为如果我用工程话，我还要翻译，还要打字幕。因为现在如果用普通话，它字幕是可以通过那个软件把它识别出来，所以就节约我很多工作。这个车型其实也是蛮好的，因为它整个。那你可以坐进去看看，可以的，当我的模特哈，好不好？你看到我们的整个你大概是1.7米多一点，对吧？你看空间还是挺多空间的，对不对？对，我180的这样一个胖子。你有180斤吗？所以它都是比较宽敞的，坐得很舒服的。挺好。对，而且这也是一个双联屏嘛。并且配有我们50。它的屏幕很长。对。这里面都是那个钢琴烤漆的这种颜色嘛，对吧？但是你没有钥匙，不可能打开。现在哈。对，一般它这个是无钥匙进入的。但是就是在1.5米范围内都是可以直接启动车子的。你说这款呢，最低配置是5万多人民币，对不对？5万多。最高就8万多。对。所以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对啊，这个价格挺亲民。对。而且它最多可以坐5个人，好，对不对？对。然后这座位可以把它这样放下来，然后可以放更多行李。我估计它放下去以后的话呢，大概是790升这样一个空间。那您知不知道
它的续航是多少？这款车是有2个的，一个是203公里，就203公里嘛。203公里，还有一个就是333公里。那300多公里的话，肯定要贵很多，对不对？就是你说8万多那种。对而且像它这一个的话呢，基本上有快充和慢充的。这里有快充的，对不对？这是慢充。对，有2个充电口嘛，快充慢充。所以如果你在外面你比较急，你就可以快充嘛。对，快充大概1个小时左右，对不对？它是基本上按照电车的一个配置的话呢，初始电是30%一个保护电量嘛。然后从30%充到80%，它就是可以允许快充这个范围，那就大概是35分钟。到80%以后是必须要变慢充的。是这样。保护电池嘛。明白。这里写上了最低是59800，对吧？59800，它其实每个价位就是它现在的真实价位。也就是最高配置欧元1万多。对，1万多欧元，对，1万多美元，对。我从504S店出来，看见这个小小的这种没有牌子的车，像刚才那辆可能就是1万块钱，或者是1万多一点点而已。前面这辆应该是宝骏的，就是50旗下的一个牌子。小鬼你好，上这种车子几钱哇？晓不得，没生意啦。是2个座的哇。好，我们沿着路边走一走，你看这种3轮的也不错啊。前面这小的，我不太喜欢这个设计，不是我的菜。我现在来到长安 4S 店了啊，这款是长安的车对吧？还是哪个牌的？长安糯玉米这一款。它是几个座？你介绍一下吧，美女。这个是2门4座的一款现车台绿色。它那个叫什么续航？续航的话，这个有300的，这个现车是300的续航，还有一个210的续航，155的续航，有3个续航公里数。可以打开看看吗？可以的。这么打开对吧？对。它这样打开了。这门挺大的，空间很大，空间还蛮大。对。然后这个可以打开看看吗？可以的。这个，你来打开看吧，美女。你说是长安的什么牌？长安糯玉米。糯玉米。对。这个操控屏，看看操控屏。稍等一下。对，来，这个有导航。是蓝牙已连接。蓝牙连接这些都可以。好。比如说，你说有3个那个续航150多，然后呢，最高是300多，对吧？对，这个是301的，还有一个210的续航，有一个155的续航。它的那个价格从多少开始？都是5万多起步。5万多。现车的话是7万多。现车要7万多啊。叫糯玉米，对。你们等于跟那个50是形成竞争关系了，对不对？对的。外面那个是一样的吗？不一样，那一个是伊势大，长安伊势大。那我们去外面去看看。好。你们这新能源车的和传统的燃油车现在比例怎么样？就是出售的时候。出售的话，现在新能源销量比较好一点。大概有一个比例吗？比如说。没有具体的比例。这个是长安奔奔伊势大。对，我看外形好像奔奔啊。对，这个就是原来它有一个汽油车的，现在变成新能源了。对，那个不是吧？那个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品牌的。可以看看吗？可以开的，这个是4门5。
4个门，5个座位。5个座，对对对。哦，这是新的啊，这个车啊。嗯，对。嗯。那个屏幕是连屏，就是长的，一体的连屏。这个它那个续航有多少？310的续航，301。它有快充的吗？有，也有。这个车有快充。哦，看看。可以放平的。对对对，这里。这个可以放平，全部可以放平。就是从5万多开始，对不对？还是这个便宜点？不对，这个贵一点，这个有快充的4门5座的要7万多起。哦。这个车现车是7万9千9的，相当于8万啊。哦，对，大概是8万这样。后备箱空间也蛮大的。哦，对。好了，谢谢你。